太极拳里有歪门邪道，大家千万不要走，否则费时费力一辈子练不出太极功夫。太极拳论里说四忌旁门甚多，这里的四忌指的是太极拳，而旁门指的是外家拳。相比于太极拳之门，内家拳、外家拳种类繁多，可以说五花八门。但是我们今天呢要说的歪门邪道，并不是指外家功夫，而是在我们的练习太极拳过程中夹杂的许多偏执易于的练习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其中呢，首当其冲的就是站桩。站桩呢，为什么说是偏执易于呢？首先，太极拳是练阴阳平衡的功夫，是动静之机，不是一味的练修静的功夫。站桩是一种完全静止的状态，太极动静之机表现在缓慢的动，而非绝对的静止，是动中有静，静中有动。有人说内动，但是完全的内动对于太极拳功夫来说，它应该是没有很大的作用的。很多人在练站桩，也有很多人在教站桩，但是真正通过站桩练出功夫的，几乎本人是没有看到过的。至于那些身体有恙的人，身体弱，把它当成一种健身的手段，这个要另说另讲。我们这里讲的是练功夫。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走所谓的太极步，走毛步。有人说运动如抽丝，这个迈步如毛行。那么整天走毛步，实质上太极拳的步法是比毛步要复杂的多。单单练习毛步这样的太极步是完全错误的。太极功夫表现在随举就伸，周身的协调，节节贯穿的多器官多维度的复杂的运动形式，而不是单单的一个走步的问题。毛步只是在形式上形容腿脚呢敏捷灵敏，而太极拳呢60%以上的这个功夫表现在上肢。腿脚的功夫主要在于支撑和变转，而不是完全在敏捷上。甚至有一个词如履薄冰，很多人也在照着这个在练。有人拿来就把它当成了一个太极修炼的方法，要求人呢走步像在地毯上一样走太极步，这些都是不对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发力的问题。发力是不是太极拳里的本来的技能呢？答案绝对不是。太极拳论里告诉我们，有力打无力，手慢让手快，是件先天自然之能，非关学力而有为也。学力和练习发力基本上就是一个意思。为什么太极拳里面呢不能练发力？太极拳论里面明确表达的非关学力而有为的指导思想就是明确的告诉我们。那么私下里呢，还是有很多人在偏反其道而行之。那么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唬人，这是骗人的，利用人们对于太极拳理论的匮乏和误解，把太极单当成一种打人的功夫，惹人眼球，达到呢吸引那些不明就里的人学拳捞财为目的。练力量应不应该呢？绝对是应该的，但在拳架当中呢，不应该练发力，否则太极拳呢就形成了这种不阴不阳的四不像了。而实际上呢，拳架里面发力呢也根本达不到打人的目的。记住太极是以练阴柔功夫为主的内家拳，练发力是外家的，是绝对不应该的。第四打坐呢与站桩呢如出一辙，都不是太极拳里面的理念。最起码来说呢，太极拳拳架是要站着练，推手也不能坐着练。那么推手呢，你坐着练呢就很
不像话。至于那些坐着给人推手的这种现象，其实都是惹人耳目的噱头只有那些不懂太极拳为何物的这个人才会相信。大家不要去推崇膜拜，老老实实练拳才是根本所在。其次呢，还有一些误导大家的练习方法，比如练习太极拳前一定要做一大堆的预备动作。太极拳本来就是非常柔和非常缓慢的运动方式，既然没有剧烈的运动，为什么还要做一大堆预备动作呢？练拳时间是宝贵的，太极拳就是基本功推手就是实际运用。练拳推手是太极拳修炼的两大途径，时间多用在练拳和推手上面就很好了。此外还有抖大杆子，还有太极拳里面的练气，一味的追求气的感觉这些都是与太极拳没有直接关系的歪门邪道，一定不要深入其中否则本来就10年不出门的很难练的太极功夫时间都花在这上面一辈子都难练出太极拳真正的功夫来。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探讨的是太极拳功夫的问题，不是单单养生的这个问题。当然练功夫其实是一举两得的，练功夫和修心养性它是异曲同工，特别是在练习太极拳的过程当中，两者可以同时达到目的。最后还是奉劝大家多多读一读太极拳论，对于我们练习太极拳来说非常大的帮助。太极拳论是太极拳修炼者必须要读懂的、要遵循的纲领性的文件，对太极拳的描述可以说字字居珠，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和指导意义。几百年来一直是各门各派推崇的指导性要论。要修炼太极拳真功夫，大家不妨好好读一读《太极拳论》这本书。最后祝大家练好太极拳，欢迎大家参与探讨。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